你是不是很认真的减肥，可是却一直不断的卡关复胖，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可以获得紧实苗条的好身材呢？嗨，你好，我是 Oliver 教练。其实我今天有一点感触，就是因为我的减肥诊疗室之前有收到一个投稿，那她是一个60多岁的姐姐，她说她已经减肥好多次了，可是每次都失败，现在已经真的快要放弃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反而觉得她很厉害，因为大部分的人减肥失败个2、3次，通常就会认为说自己瘦不下去，所以就放弃了，对吧？可是他不断的尝试，他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这种韧性还有毅力真的是蛮令人佩服的。这代表他心里其实一直都相信他自己可以变得更健康，而且获得更好看的身材。所以我想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掌声，因为我真的很佩服这种有毅力、有韧性的人。这位姐姐试过不同的方法哦，像是代餐啊、减肥药，甚至是那种呃奇怪的茶，很恐怖的茶。结果呢，她还是一直复胖。重点是她身体变得更差，很容易累、水肿、睡不好，然后整天都没有精神。她在投稿里面写说，她冬天晚睡时常常会饿到受不了，就又忍不住吃东西。所以他就很自责说，是不是他就是很没有毅力，没办法有效的瘦下来？其实听到这句话真的会让我有点感触，有点鼻酸，因为那种明明很努力，但是却一次一次失败的心情，我真的非常的了解。因为他不是不努力，只是方法没有到非常的正确，导致他减肥减得太痛苦了。这个说真的，谁受得了？我说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年纪越大，减肥真的不是少吃就好这么简单，对不对？像他这样的情况，我真的看过太多太多了。就是一开始吃超少，然后每一餐吃完，你可能根本不会有饱的感觉，而且没过多久就饿了。如果你有稍微记录过热量的话，这种情况大概就是1200大卡以内。更极端一点的人，可能一天都吃不到1000大卡，结果身体就会直接进入省电模式，这会导致你代谢变慢，有时候手脚会变冷，晚上会很难入睡，甚至是会半夜饿醒，白天会没有精神，而且会很容易复胖，基本上就是稍微庆祝一下，吃个大餐什么就立刻复胖了。然后因为吃太少，导致晚上要睡觉前，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好像好饿，要吃个宵夜之类的，就开始暴吃。结果呢，体重就会反弹的更快，水肿会更严重，而且会非常非常容易睡不好，隔天起来一定会很没有精神。你会明显感觉到一种你的身体好像在急速老化的那一种很不健康的感觉，而且重点是吃太少会让你的肌肉给掉光光，所以你即便瘦下来，身体看起来也会松垮垮的。这种痛苦的减肥久了，真的是只会越减越累，而且会越减越没有动力，最后就真的会想要放弃。所以我真的拜托你，不要再用这种逼自己撑下去的方式减肥了，因为你不是不够努力，而是这种方法根本就不适合你现在的身体。所以记得不要用少吃代餐，甚至是什么极端的断食啊、减肥药，这个短期 OK，可是长期是没有效的。我跟你说，他这种情况要成功瘦下来，其实只要做好3件事情，就真的会差很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敢吃，吃得饱，这样子你的睡眠才会好。他现在最困扰的就是半夜会饿醒，然后隔天更累，精神更差，对吧？其实你只要吃的够多，而且吃对时间，晚上就比较不会有饥饿感。那光是这一点，睡眠就会好起来，身体压力就会少很多。再来第二件事情，不要一开始就逼自己做高强度或者是那种爆累爆汗的运动。像他说他自己常常会很累啊，水肿没有精神，那代表身体在省电模式。这种时候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其实会非常的高。那就先不要做高强度或者是很累爆汗的运动，而是要先用简单的方式让身体开始动起来。其实这个就像婴儿学步一样，
慢慢的练，等体力跟肌力越来越强之后，再慢慢的提升强度。再来第三件事情，完全不要靠代餐或者是药物来减肥，这种掏假包的方式，绝对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下去的。你要的是吃真实的原型食物，这个超级重要。他之前一直复胖，就是因为方法太不自然了。如果可以靠吃原型食物，而且还能吃得饱的方式来慢慢瘦下去，我跟你说，这样子是不只是出去聚餐，甚至偶尔吃喜欢的东西都不用怕复胖了。那要怎么执行这三件事情呢？我自己在帮学生规划的时候，会用3个小步骤来拆解，让他可以比较简单上手。首先，第一步就是把每天的热量平均分配成4到5个小餐。很多人以为只要少吃就会瘦，但你有没有发现，吃太少反而会很容易饿，尤其是到了晚上要睡觉前，甚至是半夜，肚子就会开始咕噜咕噜叫，这样根本睡不着啊。那像这个投稿者就是这样，白天撑着不吃，晚上饿到睡不着，然后又自责又没精神。所以我会怎么做呢？我会先去计算他身体真正需要的热量，而且不是随便少吃哦，而是要去算出来他要吃多少才可以有效变瘦，又可以不会饿。再把这些热量平均分配成4到5餐，早中晚，看你是要加在下午茶或者是宵夜。那每一餐都要吃到蛋白质、淀粉，然后蔬菜一点油脂，这样子其实会比较好啦。那这样做有3个好处，就是白天不会太饿，晚上不会饿到受不了，然后饿醒，精神体力一定会变得更好，不会一整天有那种很累的感觉。你只要让身体有持续足够的热量，让他感觉有被稳定的照顾着，就可以瘦下来，而且又不会复胖。再来第2个步骤，我真的要说，很多学生都会跟我讲啊，我没时间拉筋了，放松太麻烦了，洗完澡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或者是有些人会说要照顾儿子小孩，然后帮他们准备便当，还是准备明天的东西，基本上没有时间。但我跟你说，这些不放松的人，最后身体都会跟他们讨债。像我有一些50、60岁的学生，平常就没有放松跟伸展的习惯，结果呢，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一运动就会有什么膝盖痛、肩膀痛的问题啊，上个楼梯就会脚会可能卡卡的不舒服，甚至有些人站久一点，甚至走快一点，关节就会不舒服。放松其实不难，只要每天睡前花个5到10分钟做几个简单的动作，这样不只可以让你的关节还有肌肉更舒服，让你全身放松下来，还可以帮助你的身体进入休息模式，这样你会更好睡、更好恢复啊。所以记得，你就算没有时间好了，没办法每天 OK 没关系，你1周至少要2、3天有在放松伸展。再来第3步，如果你想要不复胖，不可以只靠吃的少，还要把肌肉给找回来。你知道吗？很多人之所以越减越瘦不下去，精神甚至越来越差，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肌肉掉光光了。尤其是像这位姐姐这样，过去都靠少吃喝代餐节食去瘦，结果不止代谢变慢，身体的燃脂引擎也一起关掉了。你会发现自己体力会越来越差，一整天懒洋洋的，怎么睡都睡不饱，而且稍微多吃一点，体重就立刻飙上来复胖。所以要怎么帮助他呢？其实很简单，很多女生都会怕重训、怕受伤，但其实你就是刚开始从低强度的健身开始，慢慢的进步。当你的肌肉量增加，燃脂能力增加，你体力当然就会变好，精神也会变稳，而且肌肉才是防止你复胖的关键。所以要帮他其实很简单，先吃够，再找回肌肉，最后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开始燃脂。这就像是在重新帮他的身体打造一台高效的燃脂机器一样，你不需要每天在挨饿，或者是让自己一直吃一些不太好的节食减肥的产品，也不需要一直让自己每天都很累很没有精神，甚至半夜睡不好。你只要吃得饱，多吃一点原型食物，再搭配适度的重训，
其实就可以慢慢瘦下来，而且瘦下来还不是那种会让身材变得松垮垮，而是会变得紧实苗条的样子。而且你知道吗？当身体找回肌肉了，就算你偶尔聚餐吃甜点，也比较不容易复胖。我很多学生一开始都说：“哎，我不敢重训啊，怕受伤。这年轻人才能举这么重，我们都几岁了。”但我必须跟你说，我有一些50、60岁的学生，他们做的重量甚至都比20、30岁的年轻人还要再重，而且有一些女生做的都比男生还重。就像这位姐姐，她已经50几岁，她之前膝盖有受伤，现在呢硬举深蹲都可以到70公斤以上，这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事情。所以我想说的是，不是你不适合训练，而是你从来没有去找出真正适合你的方式。哎，对了，这位姐姐后来其实有报名我的课程，我非常开心。但是呢，我加了她 LINE 以后，有传讯息给她，她没读也没回。我想她应该是她的 LINE 没有加我好友，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影片，或者是你有看到你好友那边有我的名字的话，拜托姐姐赶快回我一下讯息，毕竟都已经下定决心要找出正确减肥的方式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开始努力进步吧。那如果你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些减肥失败、卡关、不断复胖的过程，身体变差，心也很累的话，我跟你说，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你可以跟他一样，就是投稿给我的减肥诊疗室，到时候我就会帮助你看看你失败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失败，然后我会根据你的年龄、生活情况来给你一套可以执行的减肥计划。可是要记得，你遇到的问题跟卡关，你觉得为什么卡关？那边你要写的越详细越好，这样子我给你的计划才会比较清晰，会比较准确。投稿链接我放在资讯栏，你点击然后去填写就可以了。记得你不是不够认真，你不是没办法瘦下去，你只是还没有找到这一套方法。好，那记得订阅、分享、按赞，我们下一集再见。